这些神魔复活之后，要去哪里了？神魔古战场，我曾在白天去过一次。那片古战场，白日见不到任何一具神魔尸体，尸体都是在黑暗降临时复活的，然后进入战场开战。好可怕的神魔之力！他们每晚都这么打，这得打了多久2万年。多深的仇怨才能打2万年的仗？连战死也要继续打。神魔打仗死去，只怕会引来那个无比古老的死亡世界。莫尔，赶紧隐蔽起来。死亡之后还有世界？那里叫做幽都，是一切生灵死后，一切世界毁灭后的终极归宿。他来了。那个老爷爷是从幽都来的。他是幽都的府君，一位极其可怕的古老神祇，常在夜晚时出现，接引亡者。千万不要惊动他。玉佩有了反应，他好像在给我指路。又是你！等等，别跑！莫尔，快停下！生者止步！摄取魂魄和记忆，是幽都走马灯。小辈有失礼数，还望府君海涵。我们无意干涉幽都办事，只想寻路前往无忧乡。你们去不了真正的无忧乡。谢府君提点。莫尔，下次看见府君，一定要躲远点儿。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，只要不招惹他，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。府君为什么说我们到不了无忧乡？我分明见到那个影子往黑暗里跑去了。他有可能是我的亲人，或者我的母亲。不急，一步不来。玉佩指的方向是永江源头，我们继续往上游去。永江源头就要到了，注意，无忧乡随时可能出现。喂，你踩痛我了！人？有活人闯进来了！在哪这么多尸骨，何谓无妖？黄土白骨自然无妖。
难道无忧乡的人都死了？不对，这些骨头还带着神威魔威，应当是神骨魔骨。他们有肉，我们没肉，抢走他们的肉！抢走他们的肉！木耳，木耳！还好有马爷爷留给我的禅尊法相，专克邪祟。禅尊法相在你遭遇必死的危险时才会迸发，只能用一次。啊，没有禅尊护体，该怎么进入永江源头呢？有条小舟。荡舟的居然是个骨头人。老剑神，许久不见。我想乘舟出行，寻觅一处名为无忧乡的地方。这个人认识村长爷爷？有钱能使鬼摆渡，无钱便做摆渡鬼。没钱还想做海舟？不知道友是否还有余钱？也罢，你我那个时代的人所剩无几，能在这里相遇，也是缘分。你老了，但还是比我强盛一分。不过好在我比你年轻几岁，可以比你活得久一些。村长爷爷，他是谁？他叫灵景，右手少了个无名指，我斩断的。哎，他是村长爷爷的对手？是对手，也是道友。
这家伙喜欢凑热闹，四处闲游，见识过许多奥秘。其实我很羡慕他活得潇洒，比我轻松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他还是如此好动，居然跑到了这里。哎，那些神谷蘑菇怎么不动了？也不攻击我们，就像看不见我们一样。大概是因为我们在洲上的缘故，这海洲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瀑布里竟然藏着一条水道。好多神魔！别怕，他们都被一股神圣的力量封印在崖壁里，出不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个杜翁是好人吗？他真能带我们去无忧乡吗？难说。不过你的玉佩带我们来到这里，多半会和无忧乡有关。死者生界，是这个世界的名字吗？还有一行字：生者止步，死者前行。我怎么变成骨头人了？村长爷爷，你……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，这便是死者生界。二位，请。颠倒生死，竟有这样奇妙的世界！奇怪，这些村民居然在夜里劳作，还有这么浓的雾，这要怎么耕种？村长爷爷，他们怎么这样看我们？死者生界改变了生和死的规则，我们在他们眼中就是这里的死人。两位外乡客，有何贵干？请问老丈，无忧乡该怎么走？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多谢。村长爷爷，这里有古怪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村子里的都不是人，是魔。那些魔没动手杀我们，反而告诉我们无忧乡的所在。他们想做什么？难道无忧乡是魔的地盘？别瞎想，
魔怪一向狡诈，尤其善于蛊惑人心。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就去探个明白。倘若无忧香当真与魔有关，便立刻退出来。我们已经穿过雾海，老丈所说的河，应当就是眼前这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。河里究竟是水，还是火？这要怎么过去？太阳船？不对。拖着的好像也不是太阳，还有些幽光，这是什么？一轮残破的月亮，这是月亮船。原来月亮长这个样子啊！奇怪，月亮船不是和太阳船一样应该待在大虚吗？怎么跑到了死者生界？玉佩对他的反应好强烈，难道月亮船就是无忧香？月亮出现在夜晚。因此，月亮船通常在黑夜活动。无忧香只在黑暗出现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摩儿，无忧香很可能就在月亮船上。你见到的那个影子，就是来找你的沐月者。沐月者？啊！村长爷爷，我们回去吧。你不去相认吗？万一她是你的亲人，你的母亲？我看到的不是女子，是一个魔。小骗子！曾经被封印在真阳宫墙壁里的那尊魔神，利用严康入侵引发的血潮，他破开封印逃了出来。原本他应该只剩下魂魄，可现在，想必是进入死者生界，重新恢复了力量。他多次试图引诱我进入黑暗，就是为了再次杀死我。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！好家伙，连我这个老江湖也险些着了道。小魔头，你当初骗我2招半的印法，那才叫骗。如今你想找无忧香，我也想找。有人做这种低等生意的话来说，应该是互帮互助，怎么能叫骗呢？你也要找无忧香？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把玉佩交给我，我带你回无忧香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魔神去哪儿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彼岸之际，天魔众生，但守住了。
属于魔的极乐之界。那魔神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刚才我们是被漩涡吸进来的，是不是也能从漩涡出去？诶，那个漩涡呢？村长爷爷，您话不是禅尊座下圣物吗？里面怎么会应声出魔？这恰恰证明了魔神的心性力量之强，竟能污染莲花，将之炼化为邪恶的魔莲。一旦沾染，禅意堕魔。他们是魔族的8大精锐部队，杂布天魔柱。摩尔，取我一根发丝，系在腕上。漩涡在那儿。这些猎物形状好奇怪，不像兵器，倒像是牙齿。难道？一直埋伏在漩涡的出口，等着我们自己进入他口中。村长爷爷。先走，我会追上你。摩尔，快走！踏出死者生界的界碑，就不必再受颠倒生死的法则束缚。你会恢复血肉之躯，魔神则会再度失去肉身，他奈何不了你。村长爷为了救我，从那时起就决定独自留下断后。他被魔神拉入漩涡，会不会？爷爷如此强大，一定不会有事。我必须先离开此地，不要成为他的负担。是什么地方？不好，雾越来越浓。连九重天眼也看不清了。雾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原来魔神撒出的那些黑点就是天魔咒，他想用天魔咒把我抓回去。观火，四件事。
莫尔退后！这是天魔众中的龙部，外形为鱼鳞蛙蹼，极善用毒。还好有村长爷爷提醒，否则便要被他的毒气侵袭了。不过竟让人一剑杀了一个天魔众，定是雅爷爷和屠爷爷的元气，将我的力量提升了100倍，足以让我将剑法施展到神通的层次。那么，面对这些天魔众，我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天部多面巨人，汤力无穷，弱点在其头部。这家伙难道看穿了我的动作？啊！这招也能复制？4件事，4件事。阿修罗部洞察并模拟他人招式，擅长以雷霆作战，招式正如青龙元气演化的神通。那就看看他能否敌过马爷的神通。那古赤女子为迦楼罗布，行动迅捷，且蝎尾藏毒。那丑陋妇人为前踏符，遁地无形，来去无踪。
不，天魔众都找回来了，不过雾气正浓，我看不清，那些天魔众也一样。只要我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就能躲过围杀，甚至趁机反杀。蛛丝。蛛丝应该是景纳罗部的手笔，其状为八爪怪人，可用蛛丝感应周围波动，锁定敌人的位置。可这也会暴露了他的位置。这些天魔众似人非人，似兽非兽，似妖非妖，似虫非虫，实在太诡异了。怎么没有动静？天魔众都被我杀光了吗？月亮城动起来了！这么大的船，比香菱城都大，难怪一动就会掀起狂风。月亮船上，难道也有像岩晶晶一样的人在操控吗？不好！月亮船的风吹散浓雾，让天魔众发现了我。我得冲出去！是龙爷爷画在我衣服上的玄武神人。
愧是龙爷爷画的，真厉害！又是这个魔村，此地非常诡异，我还是从上空避开为妙。穿过村庄，就是死者生界的界碑，在那里能坐骸舟离开。我脚下的风怎么突然没了？糟了，村长爷爷的头发丝也没了。小娃，没有找到无忧香吗？要去界碑，这魔村是无法避开了。看来你的爷爷倒是找到了。人死，自然无忧嘛。又是天魔八部的这些怪物们，你们长得都一样的丑陋，杀了一群又来一群，真的是阴魂不散。是了，这个鬼村子的村民也都是天魔众，现在我不得不杀出去了。村长爷爷还在等着我，杀出去，不惜一切杀出这个村子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，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功。只要东海天敌了。魔只在黑暗里活动，每逢日出便会退去，可见他们畏惧日光。你们这些只敢躲在黑暗里的东西，可敢与我的刀光一战？莫儿记住，体现更强的是剑意，只要剑意够强，便可击碎一切，切开一切，摧毁一切。杀只杀，这就是我的剑意。四件事，长剑士，点剑士。这小子自燃了神藏，把刀光化作日光。可惜是个假太阳，他撑不了多久，就要被自己的元气烧死。放心，在那之前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杀光。亚爷爷和土爷爷留给我的元气都耗光了，神眼也无法开启，没力气了。你的元气已经枯竭，骨头都快被烧成灰，连拿刀的力气也没有。再跟我打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死了，你的玉佩我们一定会好好保管，
用它找到无忧香，再途径无忧香祭你。老张这么想去无忧乡，我这便送你去。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有意思。启动奇破结晶，享受魂飞魄散的滋味吧！不好，神识博怪抓住了我的三魂七魄，动不了了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既然可以锁住别人的魂魄，一定也可以锁住我自己的。靠你了，大禹天魔镜！自封魂魄，居然把魔功用在自己身上，小娃，你倒是开创了一种新玩法。不过魂魄锁在肉身里，也把魂魄受的伤带到了身上吧？你都快散架了。龙爷爷的话被魔血腐蚀，我只剩下大禹天魔镜和地蝶了。地蝶的用法尚未可知，现在能拿来作战的只有大禹天魔镜。对了，是靠白虎元气。白虎元气可以将身体和武器淬炼得如钢似铁，无坚不摧。滚壶！成了！元气淬体，你哪来的白虎元气？小小丝线也想求助我？离开死者生界，我的力量会不断提升，而你则会再次死去。好狡诈的小娃！
这个魔虽然暂时被我吓退，但随时有可能杀回来，得抓紧时间。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到哪里了？借用那女子的模样蛊惑木儿，一定知道木儿身世的一些隐秘。说，你以为你养大的那个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与我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人心的魔，嘴里没句实话。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吗？看来那里应该就是死者生界的都城——丰都。丰都门关，旧时代传说中的鬼门关。难道无忧乡指的是丰都？这里是丰都的死者圣界，活人禁区。你是活人，不应该来这里。你也不是死人。我名赤秀，是替丰都王捉拿犯人的夜游神。能够自由穿梭于丰都和大虚之间，所以，在死者生界作乱的魔神不是丰都王的犯人，闯入这里的活人反而是你捉拿的对象。魔神作乱，自会付出他的代价。你想离开，也必须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丰都王很欣赏你。他有个要求，你死后属于这里。人死之后，不是应该归幽都府君管吗？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，只要不招留他，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。丰都王为何要与幽都府君抢死人？黑暗降临前，大虚的死人就都归丰都管。现在也是。原来丰都在黑暗降临前也是大虚的一部分。丰都王和太阳手一样，直到现在仍在履行神职。考虑好了吗？死者生界，生者死界。外界的死就是这里的生，死后还能在这里活下来，何乐而不为？我答应。不过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问，我未必会答。无忧乡在丰都里吗？不在。那无忧乡在哪儿？为何木儿的玉佩会对月亮船有反应？那艘月亮船是无忧乡吗？月亮船出自无忧乡，那上面生活着一个死人，你去问他。死人？这死人为何留在月亮船上？你的问题太多了，我很讨厌你。那个死人醒了，你去找他。别忘记你的承诺。你死后我去接你，不要跟幽都府君走。
风都与幽都的冲突从何而来？那个月亮船上的死人，不去幽都，也不去风都。又是这首歌谣。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怎么样？村长爷爷的本事这么大，一定会平安归来。又是你！留下吴幽香的玉佩，或者留下你的命！看来只要骸州不翻，他是不会出手的。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为何不用？难不成你无法恢复了？不就是你靠近的这一刻？斩剑术！你在水中随着骸州潜伏游动，我一直看在眼里，只等着你自己送到我的剑上来。瘸爷爷教我不能走空，这是个好宝物，却是人骨制成的，我不要。你爷爷死了！临死还要诅咒我们？村长爷爷的强大，是你无法想象的。这艘月亮船似乎经历过一场大战。驾驭月亮船与黑暗中的魔怪交战的巨人，
们是沐月者，同沐日者一样，有着放牧月亮、驱散黑暗的使命。木儿的体型外貌与他们完全不同，看来他不是沐月者。这轮月亮似乎也被打碎了，每每被牵动就有山石滚落，将大战后破败的月亮船永远地困在危险之中。奇怪，之前听到的声音应该来自月亮船上，为何不见其人？你在找我吗？你是与月亮船融为一体？你是月亮手？月亮手，月亮手，对，我是月亮手，我是月亮手，我是月亮手。我是月亮手，你知道无忧乡在哪里吗？自然，沐月者的月亮都是无忧乡炼制的。沐月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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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啊，都死了！尸体都拼不到一起，我跑，我胆小，我把他们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！唉，他已经疯了，问不出什么了。水道怎么越来越窄了？如果它完全合拢，我们会不会被永远困在黑暗里？木儿，村长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！来不及了。瀑布里的水道又消失了。昨夜，死者生界的入口在这里开启，天一亮，入口就会关闭，死者生界也不知会飘向何方。木儿，多亏你细心，留下丰都币。只可惜，哪怕有玉佩的指引，也没能找到无忧乡。你的玉佩感应的不是无忧乡，而是同样来自无忧乡的月亮船。我找丰都的人打听过了，这里没有无忧乡。丰都，那是死者生界的都城。你们去不了真正的无忧乡。真正的无忧乡，恐怕比这死者生界还要神秘。你想找到自己的身世，还得再等一等。大雪幽都丰都，
黑暗里居然藏着3重世界，甚至可能更多。要在黑暗里找到无忧香，一定会比昨晚经历的一切更危险、更恐怖。我要变得更强，就可以在暗界探寻得更深、更远，就有机会找到无忧香。村长爷爷，我想走出大虚，去外界历练，见识天地之广阔。等回到村子，我们就为你准备成年9考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可是，婆婆和爷爷们这么讲，村长爷爷甚至能单枪匹马闯出黑暗，我要怎么通过这9道难关呢？这是我走出大虚的最后一站了，来吧！木儿怎么去黑暗里溜了一圈，元气陡然倍增？我也想去了。对呀，木儿，你何时觉醒了白虎元气？霸体竟然4度觉醒，莫不是修炼上出了什么岔子吧？村长，这是好事。正所谓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不竭。霸体觉醒3次本是寻常，突破了3次才是真入化境，往后再觉醒几次都有可能。村长爷爷果然博学多识，这么一讲解，我顿时就明白了。好个老东西，这都被你圆过去了。但你这套说辞骗骗木儿还行，又能骗过这帮老家伙多久呢？婆婆和爷爷们要考我什么？都是打架吗？哑巴说的对，不全是打打杀杀的较量。我们会自封神藏，以灵台境考验你。管他什么境界，木儿，我可不会手软。你过得了他们，也过不了我这关。就你话多，我家木儿是霸体，能把你打得哭爹叫娘。四老太婆，最舍不得木儿离村的不是你吗？啊！雏鸟长大，终须离巢啊！木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第1关是什么？木儿，看到那朵云没有？嘿，咱们来比腿法，看看谁先跑到那朵云上。哎，你年纪小，让你先走一步。我尊老，老先行。哎呦，你先行。您老人家身子骨不好，还是您先？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您先。再不跑，老子剁碎你们2个！嘿嘿，耶！呜呼！木儿长大了，缺爷爷要跑不过你喽！脚下不看路，逃命没活路啊！傻木儿！幻日神手，妙手18空！缺爷爷，笑容能让人放下戒心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嘿，臭小子，幻日神手也是我教的，还没给我偷回什么宝贝，是来偷缺爷爷的风了。跟谁学的这么损？跟一个坏蛋学的。缺爷爷，是你教我不能走空，你还叫上别人坏蛋了？
我问你，做好人会被人欺负，做坏人就要欺负别人。等你到了外面，要做好人还是坏人？薛爷爷向来没个正形，现在看起来却很认真。薛爷爷，我不想欺负别人，但是坏人作恶，好人要比坏人更狡猾才行。我要做狡猾的好人。啊！走，不要回头！救人啊！求求你们了！记住，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薛爷爷，这小子什么时候用换人神手把弟弟还回来了？哼！木儿，你过关了。后面的考验也要像现在这样，别对那帮老家伙留手。我有信心。药师爷爷要我采30种大毒之物炼成大补之药，没有药方，我只能自己运用药理和经验，去计算每一味药的多寡、使用部位、炼制方法、火候大小。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失误，不过也算顺利通关。虾爷爷要考我作诗，幸好被其他爷爷阻止了，不然我肯定比不过他。虾爷爷只好跟我比试枪法。我用神霄天眼去看，却找不到虾爷爷的半点破绽。没办法。只好人为制造破绽。臭小子，同时使用2种元气，你这是作弊！你就是仗着霸体厉害欺负我！小爷爷，要不我们重来一次？霸体，嘿嘿，不就是用来欺负人的吗？这是你的实力，我这关你过了，下一个到哑巴了。雅爷爷竟然要我炼化寒铁制成的漓江派剑丸，据说他灵胎境时就能做到，所以我必须比他做得更好。这剑丸的寒气连炉火都能熄灭。看来我需要更强的火力。对了，我可以打造一个小锻造炉。结合我的元气，来聚集易散的炉火，达成反复灼烧的效果。最后不仅成功炼化寒铁，还给我自己打了一把寒铁杀猪刀。好刀啊！
快，我们来比比刀法。屠夫，你只有半神，又压制修为之灵胎境，木耳的元气异常雄浑，被他贴身的话，你很吃亏，只能用技巧胜他。哼，他进不了我的身，会被我的刀法挡在外面。我担心的是，你要是打不过木耳，杀疯了，这屋子就得塌了。那就不用刀。木耳，走，去村口，咱们以手为刀，就像你小时候那样。提刀出进来，车马轰如雷，只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头。屠爷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提着刀走出皇帝的进宫，外面车马声如同雷霆轰隆，无数人马阻挡我的脚步，只因我只身杀入皇宫，手中挽着皇帝的头颅。皇帝是很厉害的人吗？屠爷爷，你比他还厉害。没错，提刀出进来是战绩中的巅峰之作，狂野的气势就是他的先决条件。管他什么皇帝天神，都别想妨碍老子！但是光有气势还不够，实力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底气？这叫听劲。你得从最少的身体接触中，掌握对方的元气运转与力量分布，方能由表及里，发现破绽。木儿，我问你，若你的至亲至爱因你而死，仇敌在前，你当如何？上！若敌人有千军万马，你怎样应对？杀！若敌人为苍天诸神，你会否退缩？杀！杀！杀！破绽不在表象，而在更深处。楚爷爷的招式没有破绽，体内元气运转却有不弱之处。我感受到了。臭小子，元气果然雄浑，虽然刀法上还是不如老子，但你过关了。成天打打杀杀的，太不风雅了。聋子，下一个到你。木儿，跟我来。龙爷爷，这两条龙的眼睛呢？这两条龙是我用神通所化，只要点上眼睛，便可以化龙飞去。不过靠修为和元气是无法做到画龙点睛的，你只有靠画功。聋子了不得，这是大雅的比试之法，复化以神魂，夺天地造化，不外如是。书画之道，要有悟性，方能成器。我教过你灵犀一点附神魂，今天就看看，谁能点活它，让飞龙入天。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，所以要画龙点睛，必须。无目之龙，看不见身外的世界有多凶险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想打破桎梏吗？你本飞龙，那便去吧。
我成功了！我真的点活了一条龙！啊！龙爷爷，你怎么没话？你在让我？我没有让你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没有你这么深的造诣。为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我现在是传道给你，又何必在乎输赢？到我了，木儿，你可以施展你所有所学，只要能胜过我，也算你过关。我要以拳法聆听马爷爷的教诲。有志气！方才看你画龙点睛，足见你已见真龙，知龙劲。我们便以雷音八式一较高下。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从小马爷就教我，雷音八式需打出雷音方的神通。我必须用元气将拳法推到极致，打出雷音，八体3单功。木儿的龙形越来越散了，不，这些都是真龙的残影。好小子，竟能逼得我不得不开启五曜神藏来抵御。你这4度觉醒的霸体，果真非同一般。你过关了，婆婆，该你了。婆婆，木儿，早在你闯过360堂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过了我这关。婆婆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去吧，过了村长这一关，走出残老村，活出你自己的人生。终于到最后一关了。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村里最强的村长爷爷的考验，请村长爷爷赐教。举起你的剑，剑有4边，朝向你的这边映照你的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；朝向你的敌人这边，映照的是你敌人的良心。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。剑就是你的一杆尺，用剑法做标，衡量善恶是非。既是衡量你的，也是衡量敌人的。我现在传授给你我剑法的第1式，学会了，就算通过我这一关。你传授的剑法，不仅仅是招式，更多的是使命。学了你的剑法，便要肩负起你也未曾完成的使命。木儿，能够肩负得起吗？我不行，并不意味着他也不行。天魔教祖师还有7年寿命，我也老了，最多比他晚死几年。
该把剑法传承下去了。我的剑法叫做剑图。剑履山河，堂上谋臣帷幄，顶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神可发语。可引拼，此日楼台顶爱。剑履山河，都人齐贺大风歌，关岭诸神来贺。村长，这是以剑的光影为笔墨，用剑气作画。山川河海遍布之处，都会被剑气斩杀。可这剑连招式都看不出来。木儿如何能学得会呀？村长爷爷说过，剑有14招基础剑式：刺、挑、云、斩、劈、点、崩、挂、撩、抹、扫、架、截、花。天下剑法皆由这14招排列组合而成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刺为1，挑为2，劈为3，以此类推。只要我将基础剑式编述，就能用术数记忆法将招式拆分记忆。1、4、1、5。1、3、6、2。恭喜你，木儿。我成功了吗？木儿，你成年了。我们这些老残废教给你的，都是让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的本领。瘸子教你逃命法和狡猾，药师教你炼药和救命，瞎子教你看破表象、窥见真实。哑巴教你变通和从容，屠夫教给你勇气和无畏，聋子教你艺术与风度，马爷教给你力量和庄严，
婆婆教你智慧和善良。从今天起，你便可以走出残老村，自己闯荡。此去延康，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但是记住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。我的道。爷爷婆婆，木儿，外面的人凶残得很，不比大虚人纯良。打不过就跑啊！也可以下毒，谁欺负你就剁了他。小心漂亮女人呐！做个斯文人，要自强。记住，你是霸体。什么是道呢？是像大个子那样用天生悟性寻找的道吗？小不点儿，早归。大个子自从修炼了雷音八式，身上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禅宗气度，就像是庙里的护法金刚。或者，我可以像仙妻儿那样，误打误撞得到。这是怎么样？像吧？那日恰逢有山贼打劫张庄寨，我就吃掉了山贼，填肚子。没想到被村民误以为是山神显灵，便献来牛羊。我收了供养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就顺便住在这里保护他们了。无心为善，却是善举。你要修成禅尊了。别，我才不要变秃。延康国那么大，我该怎么找到自己的道呢？公子，你需要帮忙拿行李吗？你这一路需要帮忙做饭吗？你晚上需要帮忙暖床吗？公子，你带我吧，你就带上我吧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我也想多些历练，早日脱去兽胎，修成人形，走出一条自己的道。好吧。公子，我帮你拿行李吧。不用了，这包袱比你都大。没事的，我的尾巴里能装可多东西啦。哎，这是怎么放进去的？我本以为细气罗落在一个大虚少年手中，看来比起他，你与我更有缘。我是大雷音宗宗主。神，你拿了我的细气罗，练了我的拳，便是机缘。延康巨变，我大雷音宗终究无法置身事外。是他。短短数日，
魔道第一大教天魔教、禅道第一宗门大雷音宗相继出动，看来外界是有大事发生。木儿这个时候去延康，恐怕会很凶险。祖师信上说他在延康国京城等我，京城在哪儿？又该怎么去呢？少教主到。少教主。公子真好看，只是衣裳也好看。我圣教古堂炼制百毒金蚕蛊，几千条金蚕才吐出一根蚕丝。这件衣裳便是百毒金蚕的蚕丝之成，再由少教主与秀堂上百弟子缝制而成，使得这件衣裳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百毒不进，甚至能够掩盖气息。去延康为何要掩盖气息？少教主稍后便知。这不是延康战船吗？少教主，你是？少教主，我是风堂啊。哦，风堂。哦，风堂，你怎么成延康大军的官员了？风堂在延康国密水关担任都尉之职，负责检查出入密水关之人。特唤他来迎接少教主。路上耳目众多，往后无需称我少教主，称我公子便是。是公子。哎，公子心思缜密，可不像你们说的是第一次出远门。出发！大须与延康隔着神断山脉，要走山路就必须越过神断山脉。甬江从大须流经延康，最终注入东海。走水路就需要通过延康的密水关。圣教的传送旗不是可以将人送到大须吗？为什么不能用旗子把我送到延康呢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当年神奇向延康国传下神谕时，还一并传下了2件神器，就是要阻止公子这般土生土长的大须器民出逃。一件名为玄机弩，就放置在神断山脉之中。大须器民无论是从山间走过，从空中飞过，还是用法术传送，都会被射伤。另一件神器名为视镜，悬挂在密水关的城楼上。大须器民过境，便会被视镜照出，就地处死。公子，难道我们便无路可走了吗？200年前，圣教为了走私货物，倒是曾在枯寂岭峡谷破坏过2口玄机弩，只是此路废弃已久，难以寻觅。公子不如去属下驻守的密水关。延康大军都在密水关，那里不会更危险吗？船怎么不动了？
有一股英勇的气息在不断靠近。有人在暗处注视着我们。是什么？哪里来的雾？公子快看，雾气变得像桃花一样，好神奇！这首歌谣，是你吗？是你将我送到残老村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碰不到你？你是我的亲人吗？14年了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你留在这里是为了见我吗？你看，我长大了，活下来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我会去寻找我的身世，寻找无忧香。我会找到你的过往，永远记住你的名字。走吧。公子小心，前方便是密水关，我们就要进入市境的范围了。市境的金光里好像有股恐怖的气息，好可怕啊！镜子里藏着一只神的眼睛，刚才那道光，就是他的目光。事情悬在密水关的城门之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在神的眼前瞒过他，进入密水关。这要怎么进去？公子尽管放心，密水关乃是由我教的公堂堂主设计打造，他早已在水下布置了一条特殊的通道，我们可以从水下绕过市境。延康国就会让圣教设计城关？公堂的另一个身份是延康国工部侍郎单游信。请公子移步舱内。秦州下前。
秀堂古堂所制的百毒金蚕衣能够遮蔽大虚气息，再加上公堂的这条水下密道，就能发挥关键作用，避开失境探查。注水造路，淬饮逆行，公堂可谓圣教之天宫。这也是严康国师一直想降服圣教的原因。他想要的不只是圣教教众的战力，更是圣教360堂的精湛技艺，从而加速变法。这段是中餐，打开。过。这么多船只都在等待盘查，如此戒严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有些反对变法的宗派，听说国师在大虚吃了败仗，便在大军返程途中设伏刺杀。据说国师遭到重创，险些死了。朝廷人心惶惶，那些宗派便趁机造反，割据一方。严康国师差点死了。他身处万军之中，周围强者如云，自身又是神下第一人，怎会让刺客得手？除非有内鬼。变法艰难，严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。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，就会功亏一篑。严康恐怕要大乱了。严康人和严康人打架，千万别连累到我们呀！公子，我不便离开密水关太久，只能送到这里了。接下来前往京城的路，公子或可与知然署同行。知然署？严康国用丝绸与大虚通商之事，便是知然署负责。如今，知然署正要带着从大虚交易来的货物回京城复命。知然署的官员原来是肥七的朋友。箱子里的好像都是药材，找这么多药做什么？莫非与严康国师受伤有关？天黑了，赶紧！不对，我已经不在大虚，而在严康境内。这里没有神的石像，也没有躲在黑暗里吃人的魔怪。我不用再害怕天黑了。天上那个银球是什么？应该是月亮吧。我在月亮船上见过一轮残破的月亮，与它有些相像。月亮旁边那些亮晶晶的，可能就是星星。满天星星，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流，好美啊！听说大虚以前也能看到这么多星星，为什么黑暗只会侵袭大虚呢？明明严康国都好好的。难道神佑严康就一定要抛弃大虚吗？开闸，放行！大雷音宗，天魔教接连出现异动。秦大哥，国师情况如何？不清楚，国师府闭门谢客，不允许任何人探望。国师不太平，严康也不会太平。那
那些宗派定会伺机作乱。接下来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风堂传来消息，少教主已经启程。宗派生变，天下将乱。若少教主有弄潮之能，我圣教当顺势求变，而得新生。那是炉火。用整个县城来做锻造炉，那里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冶炼厂。燕康人打个铁都这么大阵仗，不可思议。雷奇说，延康国师变法后，道法神通日新月异。果然如此。等等，将神通应用于日常生活，那不是大喻天魔经中的圣人之道吗？圣人之道是什么？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，凡有义者，皆是异端。率性所行，纯任自然，便谓之道。婆婆说，这句话是圣典的总纲，也是圣教的立教之本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能为百姓所用的道法，无论神、魔、禅，通通都是异端。只要能被天下人所有，能让大家日常用到的，便是正道。日常所用的道法是什么？居然都不把神魔放在眼里。大概就像360堂的神通，干旱时，玉堂为农民降雨；洪涝时，公堂锻造堤坝。这种寻常生活里驱使的，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功法，而非只是让少数人修炼变强、成神成魔这般狭隘的修行之道。满足大家日常需求的，才是正道呢。圣人之道，竟被延康国师做到了，难不成他也是圣教的？尸体堆积太久，会引发瘟疫。调集一队人马，随我将尸体运到对岸的百岁山安葬。是。漓江县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一下子死了上百人？这些尸体都是上游飘过来的，估计是发洪水淹死的，冲到我们漓江县，被大坝拦住了。溺水死亡的尸体，应当会膨胀才是。这些尸体却十分紧实。奇怪，这么多尸体，居然连一点尸臭味也没有。
炼尸成浆，是尸仙教，快去禀报县令，尸仙教来袭。县令在此。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屡次违背神谕。帝江县县令为虎作伥，甘为延康国师耳目，当诛！仙教，又一个反叛的宗门。他只是造反，不至于要杀县城里的普通人吧？这个尸仙教是用尸体练功的。尸体？公子怀疑尸仙教会屠城，在操控所有人的尸体。婆婆说过，外面的人凶残得多，不比我们大虚的人纯良。封锁帝江县，不得放走任何一人。谨遵掌教法旨。这些尸体像零丁一般坚硬，寻常武器根本伤不到他们。帝江县守不住了。哪里冒出来的小子，居然从我手下救人！需要等待立州府派兵驰援。多谢钱兄弟施救，若有再见之日，景娘必当重报。镇元炮，准备！镇元炮准备！我们赶紧离开。胡灵儿，玉凤。这个半路杀出的小子，可不能让你成为漏网之鱼！
可以对付他们。飞将身上的符箓被破了。这些飞将身体强度极高，堪比肉身不坏的战技强者。难道这个少年是延康朝廷的高手？说他断好，破坏我教大计。公子好厉害！我寻回的元气，简直可与星期二相比。他至少是七星境神通者，比我高出3个境界。尸毒！少年，你与我的飞将近身作战，竟毫发无伤。可惜若你负伤，尸毒由伤口入体，也就能感受血液凝固、肌肉僵硬、神智消失、魂魄消融的滋味。然后变成跟他们一样的行尸走肉。能够为我师仙教效力，应该感到荣幸。催动黄标纸进攻的。七星境神通者竟能让这些薄薄的纸变得像利刃一样切金断玉，我近不了他的身，必须想办法出其不意。浓重的硫磺味里夹杂着血腥味，公子小心，这些黄标纸跟刚才的不一样。时仙教不仅烈士成将，还以人血绘制符箓。
战技武器，以空间术催动黄标志，还能以法术画符。他竟同时掌握了3种流派。豹子符内藏神通，一旦爆炸，不仅能损伤肉体，更能轰杀3魂7魄。你们怎会毫发无伤？可惜啊，为防意外，我早已暗中用定子符定住你们的魂魄身形，你们就乖乖等着被我做成飞浆吧。这样是文理，是延康朝廷16孔一品关键之一，下1等1的领兵。看来你跟延康朝廷关系匪浅呢。糟了，这些用仙法炼尸的坏人是跟延康朝廷作对的。天心我教，此等重宝在我手中，朝廷颜面丧尽，我在教中的地位亦会水涨船高。不可能，定子符竟对他不起作用。早就想到用少宝剑脱身。村长爷爷说过，延康国这16口剑有个奇效，在一定范围内，只要往剑鞘注入元气，就能银龙吞吐般归剑入鞘。收剑的功能竟然被公子用来突袭，公子比狐狸还聪明。师仙教弟子听令，有一条漏网之鱼潜逃至百岁山一带，全体围山搜索，不可放走他。遵命，战仗。你们看到少掌教去哪儿了吗？没有。快，都去找少掌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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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教弟子。看这剑伤，皆是被一剑封喉，是那少年所为。少掌教，少掌教啊！
我教新生代弟子中数他天赋最高，竟也不敌那少年一剑，有点像天魔教的控尸大法。难道？少掌教。少掌教。少掌教的影子不见了，这是魔影幻魔功。那少年果然是天魔教弟子，难怪我的定字符定不住他。他用造化天魔功锁住了魂魄，若是被人得知那少年是从我手中脱逃，致使少掌教及众多弟子殒灭，届时掌教震怒，不知会用怎样的手段对付我。小师叔，不好了！少掌教和师弟师妹们，天魔教弟子能披人影，就能披人皮。若是用造化天魔功制成的皮囊，皮肤上会有红线。他没有扮成这几人，也罢，将他们毁尸灭迹，再杀了那少年，夺下关剑，便无人再知今日内情。红别母，我已血肉温养你多年，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。少掌教的尸体没有影子，正是我撇清自身干系，指证那少年行凶的铁证。若掌教还要怪罪，那他的位子就换我来坐。天魔教的小子，哪怕你逃到幽都地寺，也逃不过红别母的追踪。这就是严康的太阳。奇怪，天上怎么有一朵红色的云？识别。我在药师爷爷那里看到过很多种识别，其中就是红色的最为难得。一旦被他们咬伤，尸体拆骨都是青的。最可怕的是，
通者，他有根据气味或其他线索进行追踪的能力，躲是躲不掉的，必须除掉他。甚好，红蝶母已锁定目标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这，前方有异常！保持警戒，准备作战！没有察觉有人靠近，这个独臂老者是谁？那轮太阳是剑法，像落日一般的剑法。瞬间便让红石别灰飞烟灭。那辆车中的人应该很是了不起。多谢姐姐相助。这是府尹大人。小兄弟从哪里来？我来自堤江县，那里被尸仙教攻占了。我只好一路逃难。你能够逃出来，实属不易。我是利州府的府尹于渊出羽。堤江县在我治下出现了叛乱，是我之罪。如今我利州府正出兵堤江县，必将有场恶战。小兄弟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去京城。可不知道该怎么去。前方有借道的江陵驿车经过，你拿着这份路引，便可以搭乘驿车去京城。我兄长于渊出云在京城为官，你到了便说是我保荐你的，希望将来还能遇到你。谢谢出羽姐姐。看来延康坏人多，好官也不少。可怜，这么小的年纪便家破人亡，只怕他是堤江县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了。什么人，竟敢踩死我尸仙教的尸别？找死！何方神圣，饶命！我曾经面对过很多恶人，所以我清楚你不是一个好人，可以杀死你。但因一段更久远的机缘，若你放下屠刀，我或许可以赐你一条生路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
多谢长老，我一定牢记。真晦气！还是我反应快，任何本事练好了都能救命，比如打不过就跪。可恶！毁了我这么多年炼制的红尸别，那个天魔教的小子，我绝不能放过！这是土元草，对人无毒，但对虫子来说却是剧毒，所以又叫百虫鼻。公子找这些寻常药材做什么？它们虽寻常，但是与土元草合在一起，却可以炼制成一种妙药。什么妙药？红尸别本身藏有剧毒，尤其是红别母，更是大毒。我炼制的是一种能100倍激发尸别毒性的药，那不是更加危险？红尸别，喂！好在红别母还在，还能继续追踪那小子。等我抓到他，夺得1品关键，或许还能让掌教挪一挪位子。我竟然中了自己的红别母之毒！那小子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毒性从5脏6腑渗入体内深藏。这棺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药师爷爷说，打不过就下毒，说的真对。是进京的世子吗？这就是一车，好庞大！原来是利州府的秦世子，快请上车。对了，还请秦世子一定注意看管好异兽，勿要打扰其他世子们备考。这些人年纪不一，性别不一，却都是世子。公子，世子是什么呀？这位兄台好，在下秦牧。那个人姓秦，衣衫华贵，莫非是京城秦家的人？不可能，他用的是利州府路引，看他年纪，最多是个小学士子，又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，肯定考不中。哼，大学士子便了不起吗？秦兄弟，别搭理他们。我叫魏庸，也是位小学士子。魏庸兄也是去赶考吗？
当然，太学院包罗各宗各派之绝学，乃我严康最高学府。考入太学院是我的夙魏兄愿。是真想读书呢，还是借机攀附在京城做一品国公的魏老太爷，蹭个京官做？太学院。木儿，快来看！圣典里记载的本是天上圣人教化众生的功法，有大御天下之意。但这些功法太过诡异，极容易练偏，所以被称作大御天魔经。木儿，切不可急于求成呐。婆婆放心。木儿，四老太婆，想离开村子也不说一声吗？啊？哪个要离开村子了？你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，定是担心木儿，想要出去寻她。哼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我要走了，不留在这里了。你忘了你的心魔吗？离开村子，谁帮你镇压心魔？厉天行的魔道法术造诣极深，他临死前将元神化作魔种，种在你的道心之中，时刻等着夺你肉身。他不会夺我肉身，因为他太爱你了吗？错，他爱的只是你的躯壳。等他借你的身体重生，他爱的便是他自己。你们互为彼此的心魔，他想用战胜你的方式来磨练自己，是想要成神呢。我住在这里40多年，也除不了心魔。继续住下去又有什么用？看来他真的很想木儿。瞎子，你也要去找木儿？我的眼瞎了，要去找挖掉我双眼的那个人。你别太担心，木儿长大了，自然能够应付一切变数。不过，我会暗中观察他。车长，你做甚？像虎一样跑来跑去的，好不吓人。马爷走了，我猜这老小子是要拿回他的手臂。我要去质问他，为何要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？咦，前面那混蛋好像是屠夫那厮。屠夫，我出村不是想木儿，是有正事。我觉得我的下半身可能掉在哪个地方了，我去找找，说不定还能接上。没错，我是去瞧瞧我的腿，万一严康国师将它腌一腌做成了火腿，那还了得！我要去为我的眼睛报仇。我身为圣教前代圣女，新教主登基，自然要去见一见。所以我们都有正事。哑巴一大早也跑了，看来村里就剩下我们俩和聋子了。他们心性都差，坐不住。还是聋子饱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
心有城府，气定神闲。聋子，你去哪儿？又装作没听见。7个坏蛋全都跑出去，只怕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动乱。让外面的人头疼去吧。你何时走？唉，我仇家这么多，哪里敢走？我出去只会给他们添乱。咱们村所有的坏蛋之中，我的名声最不好。若非如此，你也早就跑了。一路上，魏庸提到了许多太学院的课程，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术数，元解算式、阴阳二进制、紫微斗数，让我豁然开朗。若我能通过天上五曜，计算出人体五曜的星位，就能破壁五曜神藏。亲兄弟才是做学问的人，不像他们满口谈的是人情，玩的是关系。来看，有眼光。咱们到哪儿了？怎么启尘埋了？等等，有股腥臭味。有什么东西藏在尘埋里吗？怪事，这条路怎么变了？是啊，还多出来一个山洞。咱以前一直走这条山路啊，怎么从没见过山洞？快停车！不能进去！不好，山洞是蟒蛇化成的，大家快逃！快离开马车！快跑！别老叫我魏胖，传出去很丢人的。那我叫你庸胖。还是叫魏胖吧，好歹也是魏胖。别费心。江陵世子，不过如此。后面那个就是蟒蛇的主人吗？是他！完蛋了，玉龙门叛变了！这个不男不女的，就是玉龙门的少门主龙江南。
定有大怪。小红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陈满又来了，这次变得好香。是玉龙门绝技蛟蟒化身。那些尘螨是他吐出的肾气，吸入便会看见幻象。快闭气！慢点，亲兄弟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。好晕啊，这个肾气好厉害。玉龙门是做什么的？居然能让蟒蛇像圣灵那样吐出肾气。听说玉龙门祖上是豢养蛟龙的，门中蛇蟒都有蛟龙血脉。自从被国师降服后，他们便在兵营中负责驯蛇。兵营的蛇跑了出来，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？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？兵营的蛇跑了出来，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？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？不好，龙蛟男在用笛声控制大蛇，搜寻我们的下落。只怕还有很多玉龙门弟子藏在暗处。是玉龙门弟子，他竟然躲在树干里。那其他的树呢？这里有这么多树。魏永晓，你对付左面，我对付右面，闪掉他们释放肾气的蛇关。胡灵儿，驱散肾气。
玉龙门众，撤！得救了，白虎军来了。袁将军，还有2名士子活着。于渊，难道他就是初雨姐姐的兄长？看着好眼熟，好像之前进攻香龙城的延康军中，他就是领队的将军。是初雨的陆隐。秦世子见过家妹，我被诗仙教的人追杀，是初雨姐姐救了我。那时他正带兵出征，也不知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了。秦世子放心，诗仙教已经被初雨击溃，逃去了南疆。你安心在京城考学。若是遇到难处，尽管来寻我。放牛的，居然是你！你是来京城看我的吗？肥妻，都说了，脸圆是天生的。七殿下息怒。七殿下，那不就是玉秀公主？我用参见公主殿下。听闻七公主喜欢扮成男子去军中历练，今日一见，果真英姿飒爽。七兄弟，便是有于渊将军罩着，也不能对公主无礼啊！这样当面说一个女孩子胖，小心被杀头。我们那儿夸女孩子漂亮，都是说身强体壮。肥妻虽然不壮，但好在脸还是胖嘟嘟的。公主殿下请息怒，秦世子初来乍到，不知礼数，还请公主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魏世子不必多礼，我和他是旧识，也只有他敢这般说话。我以后也要吃得胖胖的。啊？你连公主也认识？算是吧。秦兄弟既然是白虎军的于渊将军，看起来又跟七公主交情不浅，佩戴的宝剑显然是上等领兵。他衣着华贵，身手不凡，七公主却又叫他放牛的。这秦兄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除了京城秦家，我怎么想破头也想不起来延康有这样的世家大族啊！七殿下，玉龙门势力颇大，难保没有余孽，还得让2位世子尽快回京才是。你们跟着我回京吧。来人，护送七殿下与2位世子入京。9个龙头哎，被龙头包围的地方就是京城吗？没错，俗话说9龙拱卫京城，就是指京城外有9条巨龙般的山脉。山里竟然藏有千军万马，不愧是天子统治天下的地方。厉害呀，一眼就看出山中藏兵。9龙拱卫京城，其实是指藏在山脉里的兵营。诗仙教说，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玉龙门也是因为这个造的反吗？虚伪，又一个杀国师的借口罢了。宗派为何都这么恨国师？因为国师动摇了宗派的根基。从前没有世子，更没有什么人会识字。
世上的功法典籍都掌握在宗派手里，宗派的绝学就是绝天下人之学。直至变法开始，国师每灭一个宗派，便在他的废墟上建一所学堂，传道济民，开创延康之小学、大学、太学。但仍有许多古老宗派，至今屹立不倒。于是，国师将目光转向大虚。若得到大虚的神魔功法，延康人人比肩神奇，宗派将不复存在。从那时起，宗派们便打着神域的旗号，或极力弹劾，或暗中刺杀。是要阻止延康进军大虚。然而延康这柄剑，是国师以武将血汗、文臣脊骨铸成，剑出无回。所以他们急于诛杀国师这位铸剑者。不错，江陵是国师的故乡。我怀疑玉龙门此番袭击江陵世子，不只是向国师示威，更是在试探国师的伤势。一旦确认国师重伤，他们便会发起猛攻。啊！玉龙门胆大包天，等国师伤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你们真的以为国师受伤了？依我之见，国师根本没有受伤，而是故意要引蛇出洞，将延康境内所有反抗他的势力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你的意思是？可现在叛乱不下20处，宗派攻城略地，百姓死伤无数，国师怎会纵容这种事情发生？他若是没有受伤，怎能引出这些乱臣贼子？他在大虚吃了败仗，又身受重伤，无论名声还是实力都大大折损。谁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机会？国师应该早有谋算，不等所有乱臣贼子都露出马脚，绝不会出手平乱。可是，会死这么多人，但国师便会彻底铲除后患。今后的出兵时，谁还敢在他背后动手脚？今日玉龙门杀江陵世子无数，始终不见国师出手。看来那3个老怪物当真将他伤得不轻。恭喜阁下，大患将除。不可掉以轻心，神下第一人的本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南疆战况如何？诗仙教尚未拿下利州，但其余宗派已夺下南疆20座城池。有他们驰援，玉龙门随时可以杀入京城。不急，利州乃延康中南要塞，已是各派北上的关键通道，不可失之。别忘了，我们要摧毁的不只是延康国师，更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延康变法。我还是觉得飞轮车坐着更舒服些。你还挑上了？喏，我们到了。你们可有落脚的地方？我去国公府投奔老太爷，亲兄弟不妨与我一起。今后若是有难处，到任意一家五方月坊说你找傅庆云，便可以找到姐姐了。哦，你们知道五方月坊在哪儿吗？哦，看不出来，放牛的还是个风雅之人啊，喜欢这个调调。京城有风、花、雪、月4大街巷，最大的五月坊听雨阁便在花巷。祝你玩得开心。他还没告诉我花巷在哪儿，怎么突然走了？到前面左拐，再过7条街就是了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是兄弟保的身体呀！
去天宇阁关我身体什么事？哎，应该就是这儿了吧？客官找哪位？请问傅庆宇在吗？敢问公子名谢，我也好向允儿姐通报一声。我姓秦，叫秦牧。真的是公子！原来公子长得如此英俊，公子可有婚配呀？呀，还带着只小狐狸精啊！你们这一个个的，是想爬到我头上做教主夫人呢？武堂姐姐，公子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还不快看茶？公子，你这样可禁不住他们撩拨。随妾身来，妾身为你安排了房间。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。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，公子若是不满意，可以再换一间。此处很好，多谢武堂姐姐，还请姐姐告诉祖师，我已经抵达京城。除此之外，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。没有了。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，难怪。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，他老人家吩咐我们，但凡遇到公子，便让公子去见他。我要去哪里见祖师？太学院。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？祖师为何会在那儿？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，掌管太学院。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，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。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？祖师游戏人间，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，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，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。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？祖师的意思是，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考入太学院，成为太学士子。以往，即便是太学院破格录取的小学士子，最低也是5曜星。少教主尚在灵胎境，只怕……距离大考尚有3日，他还有3天时间。也还好啊，就那样。火药乃荧惑之精，水药乃晨星之源，金药乃太白之明，木药乃岁星之灵，土药乃振兴之秀。5药即5行，终于算出了5药深藏的位置。真不错。是啊，是啊。不拘伤于只绝功，五音叠奏亦无穷。好厉害的音律之法！我若能学会，或许就能增强神魔禅3音的威力，打开5药深藏。原来除了弹，
还有这么多种指法。雷音八式第二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公子竟然用禅宗拳法来弹琴。姐妹们，公子弹奏的是我叫天魔霓裳曲，咱们可不能被他比下去。痛快！大家被公子乐声里的神魔禅三音扰乱心魂，走火入魔了。我来助他三音合流。火药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神。公子着火了！公子这是激发了五药神藏的火药力量。我自封神藏，只以五药修为试探公子的元气而已，没想到和他的差距竟如此大。我需要调理气息，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，我来炼药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？公子如何知道的？我岔气之后，甚至赤龙失衡。我郑飞你是察觉到的。小问题，我也为你开一副药，服药之后调理内气，可断病根。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，我们都有些小毛病，帮忙看看吧。公子为先，等他调理好再说。现在来为大家诊治。
这不是宫中的萧太医吗？对了，放牛的也在花巷，我顺路去看看。花巷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？听雨阁中来了位神医，2个时辰前，四王府的老夫人讨了药方回去，吃了一副，顽疾就好了。放牛的，给你药方。公子，我们医手没有灵胎和神草，能治吗？你可以修习造化灵功，用灵功化形，变出一个灵胎。连狐狸都能治，真是花巷神医。原来花巷神医就是放牛的，还以为他来游玩，没想到是来当医师的。花巷神医，恐怕是江湖郎中招摇撞骗。你开的都是最低贱的药，岂能成效？药不论贵贱，花巷中的女子都不是贵人，没有多少钱财。那你看我有什么病？老先生，你病得不轻。骗子，还敢在老夫面前？你是药师，你身上有万种药味，可见你常年与药物打交道。但你的药术不精，没有将药中的毒调理好，而今体内已经积累了100种毒性，救不得了。那你说我还有多少寿命？你若是不动怒气的话，可以多活几年；若是动怒，毒气攻心，便只有10天。倘若我10天不死呢？你是说我现在就死？我若是不死，便让你死！萧太医暴毙而亡了。这个神医似乎有点不一般。公子，不能再诊治了，明日便是开院大考。我也并非是单纯治病啊，药师爷爷教给我无数药力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检验，而今才1天，我便检验了1000种药力。对了，太学院在哪里？太学院就在城中玉山上，九龙山脉的龙气让整座山都变成了美玉，就像是9条龙共同衔着的龙珠。公子一看便知。将太学院建在此处，是要用龙气助世子们修炼吗？严康国好大的手笔！
这次大考第一肯定是我的。第一肯定是我的。哎，秦兄弟，这边，魏英雄，秦兄弟，走。他和我一样来自江陵。主簿大人，写江陵。啊！录影在此，不可胡乱更改。6合境以上的大学士子上山，灵太境及五妖境的小学士子随我来。为何一定要改成江陵？我听说赶考的江陵士子都遭到袭击，没多少活下来。太学院要安抚人心，定会在大考上给江陵士子一些便利。毕竟国师出身江陵，也算维护国师的脸面。借过，借过。不好意思啊。每年太学院会给出10个名额，破格录取小学士子。这便是诸位的第一关考试。